所有听你的歌的人都会觉得，好像你唱着唱着就把自己唱进去了。你最想跟大家表达什么样的音乐？在这个让你有情绪波动的音乐，你可以哭，可以笑。因为我在成为歌手之前，我自己也是个歌迷。我听到好听的歌，像春晚上面的歌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，它会把你心里想说的话，用另外一种方式说出来，我就会感觉到幸福感。我会觉得，这个就是我作为听众，我听到这样的东西，我就会非常非常幸福。所以我就想成为这样一个可以给别人幸福，或者给别人力量的一个歌手。对于音乐追求源于他的成长经历。1992年，周深出生在湖南邵阳一个偏远的小山村。为了生计，父母常年在外打工，他只能和比自己大5岁的姐姐相依为命。童年的记忆中，周深过着每年春节和父母团聚一次的生活。人会生长成你自己想象不到的样子。是。现在回想你在一个人跟姐姐生活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今天的自己吗？不可能，因为那个不是我们的生活。我们那个时候就只要吃饱饭就很开心。每天我们家的鸡，只要它愿意下蛋，我就会亲它一口。我们今天就有鸡蛋吃了，我们就可以我那打开，然后你看炒一炒，我们切一半，给姐姐一人一半。我们今天有鸡蛋吃，那可是很厉害的。到时候去别朋友家玩，哇，你们家有客厅，你们家有凳子，这都是我的童年。直到小学3年级，他被接到父母身边一起居住。因为嗓音清亮，周深被选入小学合唱队。音乐为性格内向的周深打开了一扇窗。然而，进入中学阶段，周围的男生相继变声，只有他的嗓音变化不明显，这一度让他感到自卑。他越来越不喜欢自己的声音，不敢在别人面前唱歌，甚至不敢大声说话。上了高中，周深开始在网络上不露脸唱歌，清凉动听的歌声受到不少网友的喜欢。2013年，周深高中毕业，在父母的建议下，他前往乌克兰学习牙医。这其实里面有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，就是音乐之于你到底是什么？小惊喜，就它的这个惊喜不会去打扰我生活运转的方向或者是运转的节奏。有，那当然很好，我可以很开心去唱歌。那没有，那我就继续做好我该做的，学牙医这件事情。那个时候，哇塞，我真的是每天睡2、3个小时，天天翻译课文，天天背书，然后我们天天考试。天天挂科，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错误的选择。1年后，周深做出了人生中重要的决定，放弃学医，投身擅长的音乐。他报考了乌克兰利沃夫国立力械科音乐科学院。然而，进入音乐学院学习不到半年，因为训练方法不当，声带磨损过度，声带出现小结，甚至一度失声，这给周深带来了沉重打击。他决定寻找适合自己的老师学习唱歌。这时，他遇到了乌克兰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维多辛斯基。所以，如果说生活其实不断的在为我们打开一扇门，可能乌克兰的那位老师，是他第一次帮你打开了人生音乐的门，我能这么说吗？我觉得他是帮我打开了有爷爷奶奶照顾的那个门，亲情的那个门。因为我的老师他当时教我的时候也是70多岁，也就是爷爷辈的，他就是用真心去对我，我就觉得自己很幸运，可以在这么一个机会，给了我一个弥补有爷爷照顾、有奶奶照顾的这样一个机会，所以我觉得自己只很幸运。这份温暖的关爱也滋润着周深的心。2014年，他鼓足勇气参加了国内的一档电视选秀节目，一首《欢颜》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。周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，但导师却坚决反对他演唱流行歌曲。因为老师唱了一辈子的歌剧，在他心中，他觉得你就该站在歌剧的舞台上去唱。他觉得你唱流行，你不尊重艺术。他是这样非常直接的，非常的直接，而且是很严肃。他就说的是，你唱的不是艺术，
但是你有没有试图去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没有哎，我没有去解释。一是不敢，二就是我心里清楚，我不可能够说服老师去理解我，或者是去认同我的选择。登台演出伴随而来的还有种种质疑之声。那一句其实最那个的，就是哎，周深唱成这样，好听是好听，厉害听起来也很厉害，但她如果是个女生就很普通了。你怎么认知这句话？我觉得在否定我在音乐上做的一切的努力啊。我觉得那一句是对我否定最深的。但是那种东西就是你去说服自己，也是没有用的。你就只有不停地去唱更多你喜欢的歌，或是更多可以惊艳大家、去惊讶大家的舞台。刚出道的2年，除被质疑外，让周深还感到困惑的是，虽然自己有了一定知名度，却并没有太好的舞台可以去演唱。因为在好舞台上面唱歌的感觉真的不一样。真的吗？哇，真的是疯狂的对比。我在街边唱歌，就是一个打印出来的一个那种有点像易拉宝，对，易拉宝那种，就在后面当背景唱，然后这样唱，音响还要滋滋滋滋滋发出声音，然后再到后面去到第一个大舞台，你会发现原来在舞台上可以有这么多的走位。你要从左边走到右边，右边你再要走到中间的升降台，因为它要把你升起来。这个才叫舞台啊！原来你会发现下面的人，他们会坐着安安静静听你唱歌，而且当你把你的情绪通过麦克风表达出去的时候，你看到下面观众的眼睛，他们是乘以10的感受到的。我觉得哇，这是大舞台对我的魅力。对，我觉得太幸福了，当歌手。那段对好舞台爱而不得的经历，被周深视作事业低谷。每天回到租住的不到20平米的小房间，他倍感压抑，就一个人安静地听歌唱歌。自己在家用自己的电脑录好多歌，投到网上让大家去听到，让大家觉得哎，无论怎么样，我继续还是可以唱歌。2016年春，动画电影《大鱼海棠》的导演找到他，让他为电影印象曲《大鱼》录制小样。剧组计划把这个参考小样拿给某知名歌手听，以此来打动该歌手来演唱这首歌曲。接到任务后，周深用手机在被窝里完成了《大鱼》小样的录制。周深把录好的小样发给导演，导演听后赞不绝口，决定直接把这首歌交给周深来演唱。我松开时间的绳索。大鱼发布后，周深走红，之后越来越多的影视歌曲找他来演唱，他也成为各大综艺晚会以及歌唱节目的热门嘉宾。之前你很多时候不断的要想证明自己，你希望所有人认识一个会唱歌的周深，而现在你已经不用证明这些，会不会？不会耶，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证明吧，而是我想要去赢得下一个舞台，因为舞台真的很少的，给歌手的舞台真的没有那么多。我每一次上台，我心里的 OS 都会给自己说一句，就是你一定要唱好，一定要把自己在舞台上把自己逼到一个状态满值，因为只有这样了，你才可以有机会拥有下一个舞台。因为我知道没有舞台的时候生活是什么样的。即使成为顶流歌手，周深依然像刚出道时保持着对舞台的热爱和敬畏，没有按照老师的希望选择歌剧，这让周深感到歉疚。然后就直到有一天我再去上课时，老师又跟我说，我后面还陆陆续续看了你很多的舞台的表演。他说虽然我依然还是不觉得它是艺术，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表演至于你来说，我看见你在舞台上是开心的，所以我觉得艺不艺术那就去他的吧。哦，真的啊？他说我看见你在舞台上去表达的时候，老师也会有被你触动的那一下，所以我觉得
我们的艺术不一定要一样，我们的艺术可以在中间有一段交集，就是我们一起上课的这段交集。但在后面，我相信你也可以带着我教你的东西，去创造属于你的艺术。人们会把歌声划分年龄、性别、经历以及大牌亦或不大牌，是不是从你内心深处，你特别希望打破歌声本身的标签？是的，哇塞，谢谢王宁老师。对我很想做这个事情吧。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唱歌，他不要有那么多好听的指标吧，一定要多高的音，一定要多稳，或者是多让人觉得做不到什么叫好听，或者是厉害的舞台。那我觉得好听就是你听完之后会让你长舒一口气，会让你脑海里面浮现很多画面。你不用去介意这个歌手是什么样的性别，对，什么样的性别，或者是他什么样的风格，你就是在某个时间、某个时刻，你听到了一个歌，那你觉得哇塞，原来音乐这么美好。我觉得这个才是音乐最原始的样子。因为我现在听到了太多，无论是评论下面啊，还是很多时候我的歌迷朋友们，他们给我写的信，他们都会说自己很无助，甚至不知道方向该往哪儿去。我都很想跟他们说，就是大家觉得我现在很光亮，但是我的这个光其实是他们照到我身上的，他们就经常忘记自己身上也有光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很伟大，我们每个人无论你在哪个岗位都很伟大，但就是那我们就是又伟大又渺小啊，那就是这么的矛盾的一个存在，那我们就继续伟大吧。